你认识多少连环杀手？你又知道多少连环杀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呢？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今天是我第20期特别节目，带大家了解9个或许仍在你身边的连环杀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看看你认识几个。20世纪70年代初，在纽约州罗切斯特，3名10到11岁的少女被侵犯并勒死。这些案件是通过字母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女孩的名字和姓氏都以相同的字母开头，她们的遗骸在对应字母开头的城镇被发现。这些谋杀案也被称为双手字母谋杀案。虽然有数百人受到审问，但凶手始终没有落网。其中一名男子被认定是此案的嫌疑人，他在最后一起谋杀案发生6周后自杀身亡，但在2007年通过 DNA 检测洗脱了嫌疑。2011年，一位名叫约瑟夫·纳索的罗切斯特男子被判处在加利福尼亚州犯下类似的字母谋杀案，两案存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但警方始终无法将纳索与他家乡罗切斯特的谋杀案联系起来。字母谋杀案至今仍然是一起连环悬案。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名叫詹宁斯的小镇上，2005年至2009年间发现了8具年轻女性的尸体，这让小镇的居民人心惶惶。这些尸体中有一些在路边被发现，一些在河里被发现。这8名女性都相互认识，有些甚至是亲戚，而且她们都与违禁品有关。奇怪的是，有几个女孩预感到自己将被杀害，还向家人聊起过这个话题。8人中的一位名叫尼可·吉拉里的女生，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告诉她的母亲，不要再给她准备生日蛋糕了，因为她已经不能活着吃到了。她还把自己的4个孩子寄养在母亲家里，并警告母亲不要问她任何相关信息，因为她想保证母亲的安全。第5名受害者拉科尼亚·布朗告诉他的姐姐，他正在帮助一名警察侦破一起谋杀案，警察给了他钱，并让他提供情报。不久之后，他也死了。因此，许多人觉得是一名警察犯下了这些谋杀案，但警方快速地否定了这个猜想，并将此案定为悬案。2009年，一名妇女在新墨西哥州西梅萨遛狗时，看到地上伸出了一个很可疑的东西，她迅速报警。警察赶到后发现这是一根人骨，更可怕的是，在附近发现了11名妇女和1名胎儿的遗骸，她们都是被谋杀的，被埋在浅浅的坟墓里。所有的女性都于2002年至2005年失踪，直到4年后才被发现。警方称呼连环杀手为骨头收集者。谁也没有想到2010年12月，骨头收集者向警方寄来了许多其他女性的照片，照片中的女性都处于昏迷状态，但警方并没有因此侦破案件。至今，警方仍悬赏10万美元征集线索，期待可以逮捕凶手并将其定罪。哥伦比亚的16号公路沿线在1969年至2006年期间，有16名妇女在这里被谋杀，多达43个家庭声称他们的家人在这条公路上搭便车后失踪。FBI 表示，这起案件绝对不止一个凶手，应该是一个擅长在高速公路犯罪的组织。从凶手的特征来看，他们都是卡车司机，需要经常使用高速公路来完成工作，因此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这也让死亡公路案成为了悬案。至今，警方和当地人都会警告旅行者不要在此搭车，因为谁也无法确定你能不能活着从车上离开。1884年至1885年间，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有7名女性和1名男性在船上熟睡时惨遭殴打，其中5名女性受害者被从睡梦中拖出屋外，在户外被殴打致死，尸体被肢解并摆成可怕的姿势。警察逮捕了大约400名与谋杀有关的男子，但都没有结果。一名目击者声称看到了凶手，肤色为白色或深色，身穿黑色衣服，头戴帽子，并用一块白布遮住脸的下半部分。在增派警察、悬赏和市民组成的警戒委员会开始夜间巡逻后，谋杀案戛然而止，凶手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名连环杀手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疯狂杀戮，夺去了年龄在16岁到29岁之间的2名男子和3名女子的生命。1969年8月7日，凶手向各家报社寄去一封信，自称为黄道12宫。随后
他又写了一系列神秘信件，其中包含4种不同的密码，只有1封被解开，内容如下：我喜欢杀人，因为这太有趣了，比在森林里杀野味更有趣，因为人是最危险的动物，杀人能给我带来刺激的体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之比较。最棒的是，当我死后，我会在天堂重生，被我杀害的人会成为我的奴隶。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我要收集更多的奴隶，供我来生使用。在环道12宫的袭击中，有2名男性受害者幸存下来，他们描述凶手戴着黑色头套，穿着印有奇怪的白色十字线标志的黑色衬衫，这个标志也出现在他的信中。1974年，报社收到了最后一封信，他声称对37起谋杀案负责，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至今未有确定的嫌疑人。1971年4月至1972年9月间，华盛顿特区发现6名年龄在10岁到18岁的非籍美国女孩被侵犯并被杀害，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被家人派去办事儿，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遗骸都是在高速公路被发现，媒体将凶手称为高速公路幽灵。第5名受害者布伦达·伍德沃德被发现时，口袋里塞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抓住我，我会向你承认所有的案件。1年后，1972年9月5日，17岁的高3学生戴安·威廉姆斯为家人做完晚饭后去了男友家，不久后，他的遗骸在高速公路旁被发现，他也成为了最后1名受害者，最终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此案成为了悬案。在弗吉尼亚州殖民公园大道上，4对情侣惨遭杀害。从1986年的第1对情侣开始，神秘杀手将目标锁定在情侣身上，其中第3对情侣至今下落不明。由于案发地点的特殊性，这个连环杀手被命名为殖民地公园杀手。调查人员推测，凶手可能是1名或多名执法人员，也可能是某些冒充执法人员的人。这些谋杀案发生在1986年到1989年期间，地点都在殖民地公园附近。凶手留下的唯一证据是第1名受害者手中的一束头发。截至今天，凶手的身份仍未确定。在11年间，美国11个州、25个城市中，至少有40名失踪的大学生，后来都被发现溺水而死。这些大学生的死都被当地警方归结为醉酒溺水事故。然而，经过深入研究后，警方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年轻的白人男大学生，他们均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容易受其他同龄男生嫉妒。第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酒后，且在没有其他朋友留意的情况下离开了酒吧，之后就神秘失踪了。第三，所有发现受害者尸体附近的某块岩石上都出现了一种用油漆绘出的笑脸图案，但并没有更多的线索指向任何嫌疑人。于是在美国开始流传了一个诡异的笑脸杀手理论，称有一个专门针对优秀年轻男性白人的杀人团体，他们每次均以溺毙的方式处死受害者，并在尸体附近涂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脸，凸显自己的杀人风格。警方最后迫于政府的施压，为了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在2012年宣布停止调查任何与笑脸杀手有关的案件。直到今时今日，仍然不时有青年突然失踪，数个月后在河里被发现。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案件受害者的人群都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但具体和笑脸连环杀手之间有没有关联，恐怕我们已无从得知。9个连环悬案，你知道几个呢？在留言区告诉我。点击小铃铛订阅，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我是 Loki，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 Loki， 这是我们的1号员工静静。现在因为做了27了，这原来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希望看到27以后是什么情况，再看要不要坚持做下去。但看到大家都那么支持，我觉得我应该会坚持的做下去。我也聊一下我做视频的初衷。我一开始在做视频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说要用这些杀人案件去博眼球。我希望我做的这些案子，在大家看到以后，能够在大家以后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之前，能有一个提前的预警吧。我对自己的视频会有一些坚持，就好比如果市面上有很多的案子，或者说有很多的博主都已经把一些很出名的案子播了，我会尽量
不把这样的案子讲给大家听，我会做一些大家没有听到过的，或者说那些更有危害性的，然后会和大家聊一下。然后顺便说一下，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主持人，实际上我还有很多的政治工作在做。我是希望大家能多听我的内容，对于我的一些发音上的问题，我觉得大家能提出来我很高兴。但是有时候有的话，也请大家多包涵。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尽量把它做下去，然后和我的粉丝们一起，老粉一起，把频道做得越来越好。